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，后颅窝大量出血是没有办法做手术的。就算华佗在世，也回天无力。药物治疗呢？现有的药物只能起到局部止血的作用。后颅窝这个位置大量出血，药物暂时没有效果，至少没有成功的案例。那目前的情况看，就等于是让患者放弃治疗，是这意思吗？根据患者目前的出血状况，最多还有4、5天的生存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患者只有18岁，我想再试试。这样吧，等我们明天见到患者家属之后，再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，好吧？肖医生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当时不再坚持一下，让他把 CT 做了，及时诊断出病情，及时治疗，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了。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已经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义务。是患者家属不肯做 CT， 字也是他们签的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如果当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劝家属把 CT 做了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可是当初患者的症状并不明显，他没有耳鸣，也没人呕吐，他的心肺血压也都是正常的呀，谁会想到他是后颅窝出血？我们是医生，就应该想到所有的可能性，更何况这个患者只有18岁。小燕，我有必要提醒你啊，你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啊。陆主任，我知道，但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失误，这不是你的失误。唐话说的没错，我知道，在整个接诊的过程当中，你根据患者的情况，做出了正确的诊断，而且你尽到了告知的义务。是患者的家属坚持不愿意做 CT 检查，才导致现在的后果的。所以，在患者方南整个的诊治过程当中，我认为你的处理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主任，我知道，你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你很负责任。但是我想提醒你，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咱们要以专业的角度面对自己，还有患者的家属，尤其是不能在患者家属面前流露出你自责的情绪。如果让他们看到了你的自责，他们很有可能要挟你，甚至于咱们医院。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，咱们不得不防啊。况且这件事情上，你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责任。我看你是怕出了问题，影响自己的前途吧。白竹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我想升官发财，很多人都喜欢，我也不能免俗。但是刚才我跟萧燕说的这些话，不是怕影响我个人升官发财，我是怕这些事情影响到咱们尽心尽责的当一名好医生，影响到咱们心无旁骛的去治病救人。想当好一名医生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咱们只有保护好自己了，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治病救人。这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那些等待救治的患者所要负的责任。